太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连州妹妹送驱虫药的。见过小夫人。哎呀，可不能这样移栽呀！来，牡丹盛放的时候啊，不可移栽。招财之前没有养过花吧？若像你这样强行把它挖出来，就算这花能撑过今年春日，明年也开不出花了。姐姐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看着你养了凝烟子，便想着此花娇气，易招小虫，给你带了一瓶驱虫的药水来。多谢。妹妹既然寄情于花草，何必劳动府中小厮呢？招财又不懂养花，为何不来找我？我本想养着玩儿，可不知其中有这么多门道。日后我还是作画弹琴吧，就不劳烦姐姐了。两位夫人叙话，招财先行退下了。去吧。困守内宅，恐怕只会误了自己的年华。我之前同你讲的，你可想明白了？要不要走出去，试试不一样的日子？你口中的日子，不是谁都能有幸过上的。我方才见着桌上的包裹，妹妹这是要出门啊？我想去开元寺小住2日，诵经祈福。开元寺，禅修清苦，怎么突然要去那里？我想和神仙去求一求我与蒋郎的缘分。姐姐大度，不会不让我去吧？自然不会。那点花土，一看就是采薇高声提醒后即刻产的。连州在和招财说什么，还要亲信守在门口。招财是蒋府的小厮，连州这么轻易就能收买吗？招财！郎君饶命！你平日里也不是折磨下人的主子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你是跟这小厮有仇吗？你猜？蒋长阳在府中做戏，不单是想将纨绔的恶名传出去，只怕他身边一直都有旁人的眼睛。蒋长阳这几日不在长安，若招财真的是宁王的人，这连州突然离府，不会是要做什么对蒋长阳不利的事吧？我要去开元寺给母亲上香祈福，正好一起了。我跟牡丹是姐妹，我陪她一起。夫人，合适的厢房已经熄灯了。
频频私用皇家玉品，乃杀头重罪。夫人一定要卖吗？夫人的绣工可真好，这华莲衣长裙虽然旧了，却不减其美，上面的莲花像真的一般。当年我父亲开的绣庄，可是江南最大的一家，见我手绣出的衣裙不计其数，可如今能找到的、买到的，便只有这一件了。我从小便有一个心愿，有朝一日能穿上这样美的衣裙，哪怕是在黑暗无光的夜里，我只穿给自己看。可父母告诫我，商人不配着贵人服饰，直到父亲被贪官迫害，一夕间家破人亡，我都从未穿过如此华丽的衣裙。夫人能走到今日，当真不易。商人卑贱，无论生意做得多大，当官的一句话必会让一切灰飞烟灭。只有攀附皇亲贵胄，才能以富贵我中，珠翠罗衣，永保平安。原来连州也是商户出身啊！你和他都经历了不少的磨难，却活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我们被家人呵护长大，可是他呢，家破人亡，一路以来的艰辛和苦楚，未必是我们可以懂的。想必连州在年少绝望时，并没有人给他选择的机会，让他可以用绣工为自己谋一条生路。贵人给了他一座锦绣牢笼，让他丰衣足食，高枕无忧。他自然以为，只有攀龙附凤，才能拥有安稳的人生。这么看来，可恨之人，确实都有可怜之处。这贵人穿旧了不用的衣裳，寻常百姓买了也是罪过。想必这些年，连州谨小慎微的算计度日也是怕了。就如同圣意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又谈何容易？等他住得久一些，和我们越来越熟了，说不定慢慢就改变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今日之事，我们全当没有看到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。明白。